过年期间呢，大家肯定在家里吃了很多的大鱼大肉，身体呢就需要解腻。今天就给大家做6道解腻的菜。第一道呢，我们做一个酸爽黄瓜。第一步呢，首先将这个黄瓜改下刀。这个菜呢，主要是它是一个凉拌的菜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，尽量选那种干净的这种熟食的砧板、熟食的刀再来切。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呢，就可以把用开水给它烫一下再来切啊。你不要刚切了生肉马上就切黄瓜，这是不行的啊。中间给它破开。 主要是把这个瓤给它去掉，因为这个瓤呢，它水分是最多的哈。去干净，接着再将它改细一点。好，切好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给它2勺盐，这样的话可以再杀水，给它揉一下。我们稍微腌制个15分钟，把多的水分给它杀出来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料汁。 在玻璃碗里放点葱，来点蒜片，来点干辣椒和这个干花椒。这个是一个白芝麻，这里烧热了油，给它激香一下。好，我这个玻璃碗是高温的，如果你没有这种高温的玻璃碗，就用普通的不锈钢碗就可以哈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接下来我们来点白糖，少许的盐哈，因为刚刚我们的黄瓜已经有盐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盐要少放一点点。来点生抽。 再来点香醋，这样的话它吃起来有种酸酸的感觉。稍微给点蚝油，可以增加这个菜的鲜味。也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这个料汁就做好了，先放一边。我们看一下黄瓜，好，差不多腌了个20分钟，刚我说15分钟，再加5分钟之后，你看有非常多的水啊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水给它倒掉。如果你没有去这个芯，你再去腌的话，你就发现更多的水，因为这个芯的话，它就会稀释掉那个你的酱油啊、盐这些味道，所以说你拌的黄瓜就没有味道。一定要把这个水多的水给它去掉。 放这个料，香菜梗，不吃香菜朋友们可以不用加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有花生米呢，你可以放几个花生米在里面一起拌在一起，差不多就可以装盘了。第二道呢，我们做一个爽口萝卜片。好，首先在选萝卜之前，给大家说个小技巧。 就很多朋友去买萝卜的话，买回来有些萝卜是空花的，或者是叫空心的，我们的土话四川叫空花萝卜。这个是教大家一个方式，你可以把2个相同的萝卜抬起来，你选那种重一点的，它基本上就没空花。或者说再不行，你把这个底部稍微给它切一点点，你都能看得见。这就是2个小技巧。这个呢，萝卜呢，我们直接带皮啊，清洗干净之后直接破开，把这个中间稍微给它抬一下。 切这个萝卜就3刀段，1、2、3，3刀切断，这样呢可以待会儿很快的入味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切好的萝卜，就是它是这种夹层。好，接着呢我们还是给它杀水，加个2勺的盐，1勺的糖，糖加进去可以增加这个萝卜的脆度啊，因为它水杀出来之后它就会比较的脆一点点。稍微我们给它杀水杀个20分钟，让它自己腌一会儿，一定要给它拌均匀。 好，这个萝卜差不多腌了20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水给它挤掉。通过这个盐和这个糖去杀过之后呢，这萝卜呢，一是比较脆，第二呢，它吃起来没有那么的生辣。一定要做步骤，一定要做。现在把这个水给它挤干，尽量用手给它挤一下。好，这个水呢就直接倒掉，不要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泡这个萝卜。我们在这个玻璃碗里直接放入姜片，这是拍破了一个蒜头，来点小米辣。 稍微再给少许的糖，因为这个呢它是一个酸甜口的，就是酸大于甜的，加少许的糖。盐呢就不要再加了，因为我们腌萝卜的时候已经加了很多盐，这个时候你不要加盐。好，我们给个2勺的生抽，这个是2勺的陈醋，差不多醋和这个生抽都是1比1。我的陈醋是4度的陈醋啊。 跟你说一下，万一你拿的什么6度啊、8度啊，你都要减量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就把这萝卜直接放进去，给它拌匀。搅拌均匀过来，我们一定要试一下味道，找个干净的勺子给尝一下味道，因为我们用的调料品牌它不一样，比如有些醋它是4度的，也有6度的，甚至是每个人口味它也不一样，有些喜欢吃甜一点，有些吃咸一点，但是你要尝一下整体口感它是什么酸甜味的，一定要尝一下这个汁水。 哎，稍微还差点甜味的话，我们再加点白糖，
我总共加了3勺白糖，就大家一定要去尝这个味道，就是每个人给你的配方，其实有时候它调料不一样，它出来会不一样的。封上保鲜膜之后呢，把它放入冷藏冰箱2个小时。2个小时到了，我们直接给它装盘。第3个，我们做一个脆嫩爽口的凉拌白菜。这个凉拌白菜，我们只要这个梗就好了。叶子呢，我待会儿可以留起来做一个什么煎蛋汤啊，这些都可以的。从中间给它切开。好，这头上比较老的部位，稍微我们给它切一下，叶子修掉。好，切丝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给它片一下啊，再片一下，因为它比较厚。好，3片叠在一起，这样去切它，切出来丝来的比较的细。放在清水里给它一泡一下。切完白菜，接下来切点豆腐皮，这个可能有地方叫千张，但我们这儿叫豆腐皮，稍微给它叠一下，我们再来切它。这个切成丝儿就好了。待会儿一起拌这个白菜里面。这个呢是切好这个干的辣椒丝，接下来我们用点油给它炸一下。这个油大概有3成到4成就好了啊。来点油，好，可以了，给它激香一下。待会儿我们拿来拌这个白菜里面，稍稍有点微微的辣，增加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把这白菜呢，它经过水一泡之后，它自然就发卷了。之后我们把那个水给它沥了，倒出来。你可以用过滤网，可以用个漏瓢都可以啊。我们给它水沥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儿哈，在这个玻璃碗里放少许的盐，一定来点这个白糖，剁碎的蒜蓉。接着把我们刚刚炸好的这个辣椒油倒进去，生抽呢可以少加个几滴。如果你家里面有鸡精或者味精，就可以不用加这个生抽。来点这个芝麻香油。接下来我们加入这个白醋啊，就再给它搅拌均匀。拌出来，接下来就放入这个白菜丝。腐皮不是腐皮，这是豆腐丝，豆腐丝，说错了。稍微来几颗这个香菜，慢慢去揉它。这个菜呢，就一定要先把就是所有的调料拌匀之后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再来拌这个菜，防止有些盐啊、糖啊它化不了。拌凉菜的话，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说把菜放进去，然后你再来补什么盐啊、糖啊这种，它不容易融化的。最后补一点点可以，但是一开始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把它放在液体中，让它去融化。好，装盘。第4道，我们做一个蒜蓉拌秋葵。这个秋葵买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用水给它清洗干净之后下锅煮。煮的时候不要给它切开，尽量是整颗去煮，保护里面的粘液不要流失了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少许的盐，这样呢可以让那个秋葵煮的时候里面都有点基础的盐味。就来点油，油呢主要是我们拿出来之后呢，它表面有层保护层，可以延缓这个绿色发黄。水开以后呢，下入秋葵。好，这个水开以后呢，差不多煮个1分钟啊，就把它捞出来。这个秋葵呢，因为它的草酸其实是比较多的，建议大家一定要焯水，一定要焯水，记住了。接下来快速的放入一盆凉白开水里面，让它降温。这样的话，它待会儿秋葵出来它就绿的。如果你不降温，你放在那儿它会发黄的。好，这个秋葵冷却之后呢，我们拿出来开始改刀，这个头部要给它切掉啊，像这样给它对破开。这个是便于待会儿我们拌的时候它更容易入味一些。在我这儿是为了好看，所以尾巴就给它切了。你在家里面自己做，尾巴就不用切，给它留起来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找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你没有呢就用不锈钢碗，放少许的干葱碎。干葱呢，很多朋友在问我什么是干葱，我这里给大家回复一下，干葱其实就是红葱头，非常细的那种小洋葱啊，叫红葱头。接着来点蒜蓉，甜椒丝就是这种不辣的甜椒啊，待会儿增加这个菜的颜色，给它搅拌均匀过后呢，我们用点油给它激香一下啊。油呢就烧到4成热，我们看，别怕有点水啊，勺子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白糖这个放的少，它是提鲜的，就是不是大家理解的这个糖好像是甜的一样，它放的特别少就比较中和，它是提鲜的。如果你放多了肯定是甜的。我们给个3勺的生抽，我这生抽呢它是淡盐生抽啊，
蚝油，蚝油可以增加这个菜的鲜味。接着再来小半勺的香醋，拌匀过后呢，直接把秋葵给它拌起来。好，我们直接在这个小碗里面稍微给它搅拌一下啊，就可以摆盘了。摆盘的时候，我们先把那个比较小的这种尾巴的地方，短的呢垫底，好的呢放在上面啊。最后再把这个汁儿浇上去。第五呢，做一个西兰 F 四都非常喜欢吃的凉拌折耳根。喜欢吃的朋友们爱得要死，不喜欢吃的朋友们闻都闻不了啊。这个呢，先给大家普及一下，这就是折耳根。经常在四川啊吃火锅都会用到这个折耳根打这个蘸碟啊，在我们老家叫猪别拱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在平原地区，就是四川的平原地区都叫猪别拱。这个呢是叶子，今天我用梗和叶一起来拌。这个呢就直接用手拆就好，直接取蛋就好了，不用去刀切。叶子呢，你要检查一下，有些叶子啊，它上面是有根的这种，你把根给它擦掉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调个汁儿，它是一种红油酸辣味的，我今天做的是，再给少许的盐，小半勺的白糖，生的这种蒜蓉必不可少，来点蒜蓉。好，我们生抽来2勺，芝麻香油来个小半勺，香醋小半勺，这个是自己炼的红油辣椒，我们来1勺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拌凉菜尽量是把什么糖啊、盐啊，加这个液体生抽一起搅拌均匀，这样的话它更容易化一些。拌过之后，接下来把这折耳根放进去，直接倒进去。这个是提前切好的青笋丝，青笋丝呢，一个是增加这个菜的脆度，第二它可以增加一种口感，而且呢，它看这个颜色比较丰富一些。再来个胡萝卜丝，这样的话有绿的有红的，看着好看一些。好，这个时候看油有点少，我们再加一点油。四川人就比较喜欢吃这种酸辣的，特别是这种红油拌的这种折耳根啊。但如果有些朋友你接受不了辣的，就不要加这个红油了。这个菜呢，不要拌它特别的死，就是让它有一种活气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叶子你不要抓得太凶，太凶它就会死掉啊。差不多了，这就可以装盘了。看到这儿来，肯定有人会说：“阿伟啊，怎么简历的全是素菜？我想吃点肉。”这就来了，下面给它做一个有滋有味的小海鲜。今天我用的海鲜呢是3种海鲜，这种呢叫美贝，这个是花甲，还有一个是鲜虾。我们先把这个虾呢，这个壳给它去一下。这个虾呢头部直接给它切掉啊，不要了啊，把这壳剥了。这个虾呢，我们还是去一下虾线，用个牙签轻轻插进去，它一挑。好，它就出来了。好，水开以后，我们加点葱段和姜片。我们把这海鲜稍微焯水。先下入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美贝啊，因为它比较厚，我们先下，先煮一会儿。这时候再来点这个花雕酒，花甲也倒进去啊。这个虾也是一样啊，放进去。好，焯水以后呢，我们快速给它捞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检查一下贝壳类的食材，有时候它没煮开的话，它就是死的；这种煮开就是活的哈，一定要检查。接下来我们放入这个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水中。这个时候把这个姜葱雕掉，不要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一下这个料汁啊，给个1勺半的盐，给1勺白糖，我们给个3勺的生抽。蒸鱼豉油来1勺，芝麻香油，蚝油我们稍微来个半勺，这个是叫香醋啊，香醋我们来半勺，点少许的姜米，蒜蓉一定要加点蒜哈，特别是这个凉菜这些一定要加蒜。这个是小米椒，切碎的小米辣，干葱，葱花，啊这个柠檬，这是黄柠檬，切几片放进去。把这个柠檬这个水啊稍微给它挤进去，这样更酸一些。就它这种酸和这个醋酸它是不一样的哈，可以增加一种风味。但是呢，就是你切片的时候就有个点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柠檬的籽你要给它去除出来，因为它是苦的。有些时候你切破的时候它会非常的苦，一定不要这个籽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调点这个纯净水放在里面，
可以用矿泉水或者纯净水，甚至是烧开的这种凉白开都可以哈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试一下味道，因为它这个海鲜它是泡在里面的，所以说你这个止水一定要有味，一定要有盐味。你可以找个这种碗，请你尝一下味道。好，就它整体就像喝汤一样，它稍微要咸那么一点点，你的海鲜才有味道。如果你这个汤这个汁儿它没有味的话，但是你的海鲜是没有味道的。海鲜呢，水给它过滤一下，现在给它沥干。好了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老规矩啊，最后个菜我来尝一下味道。吃个这个虾，入口之后呢，首先这个虾肉它非常的口弹，整体口味啊，它是一种酸辣味，这种酸呢有醋酸，有柠檬酸，辣是来自小米辣，微微的这种辣，非常的开胃。特别是过年期间，大家可能会吃到很多的大鱼大肉，身体需要解腻。这一期就给大家分享6道菜，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。如果有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哦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雕的马偶像。